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萨小姐。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米萨小姐来我们频道玩。我原本呢准备了满满的访问题要来跟她对谈，但是呢，我就决定今天我们都不要了。我们要玩一个新游戏。什么游戏呢？我刚刚才决定的。我很想要看到灵性导师以外，就是更多面向的你。好啊。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了迅速认识彼此的12题。第一题，请问米莎小姐，如果可以在世界上所有人中任意选择，你想跟谁共进晚餐？快，直觉。父母。换你。我还是想要跟茱莉亚罗伯兹。你想成名吗？想以什么方式成名？我觉得我好像在成名的路上，可是我觉得其实比起成名，我没有那么想要成名，但是我想要快乐，我想要健康，我想要有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我想要有财富自由，然后我想要整个世界都很棒。要得到这一些的过程，我需要被看见，需要成名，那就成名。但是我没有想要，首先不是成名。但你成名的话，你想用什么方式啊？做自己的方式啊，对，就是很自然的分享自己的方式。我觉得他把我话讲完了，就是我没有想要成名。好，没关系，我们到下一题。我们这两个很难防的人吗？对你来说，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见想见的人，然后那天情绪是觉得品质很高，就觉得我可以躺在床上看漫画结束这一天了。我觉得完美的一天，要么就是有向外探索的冒险，要么就是有向内自省的觉察，让自己觉得有成长或有所得，就会是完美的一天。有的时候教完书，然后看到同学们的改变，我也会觉得那天非常真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教学还有分享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蜕变，那个感觉真的是没错，很美。上次唱歌是什么时候？是唱给自己听还是别人听？唱给自己听，应该是某一天心情很好的时候，然后在家里面看着猫咪，然后觉得金宝啊金宝啊，然后就对我们家金宝唱歌。那金宝当时的表情是充耳不闻。换你。应该是在家里练饶舌，以备要去唱歌的时候不时之需。等一下，这资讯量好大。我通常的歌单都是饶舌系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点不太到的。就一条要是你的梦，要吃下多少的苦。但是通常处心积虑要练起来，但是 KTV 点不到，练了一个空虚，最后就吃牛肉面了。就在钱柜负责当分母。对，听人家唱歌。花4分钟的时间，尽可能告诉米莎小姐你的人生经历。预备，开始。你好，我是大宝，我本名叫王爱如。我小时候就是觉得，为什么大家以前都喜欢看就是一周刊啊、狗仔队，就是好像媒体上面总是充斥着这些腥膻色的东西，然后对我很毫无用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默默在心里面许了一个愿望，就是说我希望我长大以后，我可以当媒体的清流。我就觉得我希望我真的可以传递一些对人们有帮助的讯息，然后我也可以有益处这样，而不是这些就是谁劈腿谁的八卦等等的。所以我后来就念了政大的广电系，然后出来以后我就从拍广告开始，然后在拍广告的时候一路中有很多的思考，包含说我们真的需要买这么多东西吗？或者是广告的工作人员赚了很多钱，可是生活品质好像跟收入不成正比。对，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真的内在也觉得很丰盛、很平衡的生活？所以渐渐的，我才从广告一路就又转到纪录片。然后拍纪录片的时候，因为拍了通灵人的纪录片《看不见的台湾》，所以到后来才进到了这个灵性的领域。结果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的就成为了一个灵性的 YouTuber。而且我感觉说，透过大宝，大家可以去认识灵性的世界，然后对这件事情有所向往，我觉得特别好。应该是说，我一直没有想要让自己用一个就是好像权威者的方式去做分享。我比较像是我探索，我冒险，然后我去分享我的经历。对，因为我也是边走边学，边走边学。那我也害怕，或者说，如果我一开始还没有什么经验，就直接变成一个权威者的时候，会不会我会被这个东西给框限住？到后来真的有想要学的东西的时候，反而拉不下身段。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决定，我就是用一个比较陪伴式的分享者的角度去做这个自媒体。我从小呢就是一个有点奇怪的小孩，我3岁就开始逃学，周围的同学其实他们都觉得也说不上为什么，但有点怕我，或者是有点讨厌我，所以我就很常被排挤。
但是之后我是随着灵性的探索之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很习惯去破除别人的模式，我会问说为什么你会对这件事情生气？那其实一个小学生或什么的，他们可能会觉得容易紧张。比如说我问老师为什么要听你的话，老师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所以我也不是老师会喜欢的那种小孩。所以其实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长的能量流，就是抵抗这世间的对于学历的标准啊，或者对于成功的标准啊，对于一个女生一个人应该要怎么样的标准，一直去找什么是我最想要的，尽管那件事情被别人看起来很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身心灵这个职业，所以我原本是想说，那我就投身艺术好了，我来做艺术产业。所以比如说我去画廊卖画呀，或者是说去故宫博物院做那个批验，文创商品的批验。那个时候对于艺术工作的环境算是有点破灭，但是好在呢，就是我从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学了塔罗还有占星等等灵性的工具。那我持续的有在做1对1的咨询，其实就是因为我很擅长，我很喜欢，大家需要我就持续的做，结果有一天被媒体邀请来写专栏，然后就开始到拍影片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你爸妈很支持你这条路吗？完全不支持。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也还蛮鼓励，就是大家说，如果父母并没有支持你或是理解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那个限制是要去冲破的。那你花了几年让他们现在可以认同你？从1、2年前，他们都还说，要不要去考公务员啊？1、2年前还在叫你考公务员，可是你不是7、8年前就在上电视了吗？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叫做什么东西。就是这些灵性的工具。就后来我也理解说，其实他们成功的标准就是成为公务员，就是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有一天也是接到一个讯息，就是我跟他们和解的主要原因。我之前住在天母嘛，那我现在住的地方，其实它都是房东非常精心挑选、精心布置的房子，都是他们自己要住的，环境都非常的好。那我原本有点洋洋得意，我想说为什么都可以住到这么好的房子呢？然后呢，这个讯息是因为我父母是这样对我的，我是被这样子疼爱长大的。所以我辨认得出来什么是被人家精心对待过的东西，尽管他们不了解我，但是他们是给我最好的。他的频率整个调整过之后，再也不会对父母有任何的排斥啊、抵抗啊等等，完全不会，就变成一个新的阶段。哇，所以在你那个一念之间，就很像经历了某一种量子跳跃一般，是的，大转念。没错，对，虽然我们不一定理解，或是对方爸妈也不一定理解我们，但是我不能否认他们对我的用心跟投入，这是无法否认的。好，最后一题咯，说出一件你个人的问题，然后问他如果遇到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我现在有一个阶段，就是说，因为我很喜欢支持大家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需要透过工具，但是我还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成我的目的。其实很多时候我有看你有跟你们的团队可能做一些短影片，然后有一些问答。其实你在那个问答当中，你就直接解决了对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在解惑或者是让大家自我觉察的过程，它不需要是一个实体的水晶或者是灵性的工具，其实很日常，我们平常一起吃个饭对话，你看你就和解了，对不对？或者是一起出去玩，然后去走出舒适圈，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突破了。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很真心的陪伴跟交流，然后反而那个东西就会过了那一关。我知道我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一直假设大家会不会不感兴趣，觉得很无聊。这可能只是我们从某一个惯性的角度去思考而已。对啊，总是会有不一样的角度的想法。对，像我们自己做 YT 频道也会介绍很多种工具嘛，很多的体验。我不可能一个工具就塔罗牌，所有粉丝都爱，不可能。是的。或者说阿卡西所有人都爱，没有；或者说 SRT 所有人都爱，没有。他一定就是有特别喜欢的人，他就会去找这个工具。对啊，喜欢吃咖喱饭的，今天介绍咖喱饭他就很开心；讨厌咖喱饭的，你今天介绍咖喱饭了，对，所以好像你不可能有一个工具适合全世界80亿人。而且每个工具它的层次其实是在不一样的点位。对啊，所以就是看当时的需求对应什么样的东西，它会立刻的得到效果。可以这样子去看待每个工具的强项，所以可能只是放下原本你那个预设的立场，应该是你就是要试试看，就是分享一些非工具的东西在你的平台上。米萨小姐带来她最近刚好有开一个线上课嘛，那是什么？是用塔罗来更认识自己。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这个课程的塔罗牌吧。好啊，来吧。那我真的就要问一个我最近真心想要知道指引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频道之前有做通灵解读，那我们也做了大概1年多左右，那已经休息了好一阵子，那最近有考虑要重启，可是到底要怎么样是我可以协助别人，但是又不会让被解读人变成很依赖，说要透由别人来帮我解读啊等等的，到底要怎么样让这个东西是真的把这个力量交回到对方，然后同时又提供这个服务。真的有很多粉丝会私讯我们说，什么时候要重启这个我们叫做芬多奇的相谈室，因为我们还没有定论，然后就一直搁置。像你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要给你建议，而是我觉得比较像是说你跟自己的内在去对话，看看卡点到底在哪。所以我们可能不会用占卜的方式，我们用自我觉察。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像是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目标设定，来设定看看这件事情可以怎么做，比较符合你自己心里的预期。那第二个呢，它可能是障碍排除。障碍排除呢，就是我们来看看我在顾虑什么东西。那第三个呢，叫做内在三角，就是我的理智脑、情绪脑、我的愿景哪个地方水位不够。其实它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发现。那这3种方式，我感觉好像都可以在不同的面向回应到。你觉得比较想要哪个？内在三角、目标设定，还是障碍排除？目标设定。目标设定。我要怎么样来完成这件事？好，那待会儿呢就要请大宝来操作，然后你自己跟自己连接。我会在旁边给你一些小小的提问，像一个小天使一样在旁边这样子。对，但是你不能接讯息哦。好，我发誓，我等一下玩塔罗牌不接讯息，会像一个麻瓜一样操作塔罗牌。然后心里想说，我是大宝，我想要知道呢，我要重启芬多奇相谈室这件事情，好，要如何开始呢？那你左手帮我抽4张牌。因为这个牌阵是自我觉察，不是占卜，所以我们全部用正位来表达就可以了。第1张牌是目标，第2张牌是现状，第3张牌是选择跟障碍，第4张牌是行动。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是目标，它是一个恶魔牌，下面有2个人，上面有个权威。这跟你的目标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是不相似的地方，让你想到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帮来的人解读的时候，好像他们会觉得他们要得到一个方法的解答，会需要透过一个外在的权威，可能就是芬多奇，就是我。但是其实那就是我最不希望造成的事情。那你会希望他应该要是怎么呈现？这个大大的权威应该要回到他自己的内在，我会希望是这样，让他们可以相信自己是有内在的权威，去做出很多未知的选择。这个恶魔头上它有个倒五角星，其实是代表很多东西的重新分配跟安排。就是你希望把力量交还给他们。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现状是什么呢？她是圣杯皇后，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欣赏着她的圣杯。这圣杯很漂亮，它可以是艺术，也可以是才华。好，那这跟你的现状的关联是什么？让你想到什么呢？这个圣杯有点像是我有这个通灵解读的能力，对，可我不知道怎么分享，然后这个分享才真的是更好了。对，好，那你看一下圣杯皇后的表情，你觉得她的表情是很满意、很退缩，在思考，还是很积极进取？我感觉她在思考，跟我差不多。那你再观察一下，你觉得她最近有没有站起来的趋势？你说这位皇后在牌上有没有站起来的趋势吗？你觉得她想站起来吗？是啊，我觉得她看到眼睛都快掉出来了，她蛮认真干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是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障碍。那这张牌呢是宝剑9，他是一个人，他可能睡觉睡到一半醒来了，或是他睡不着。我觉得牌中这个人有点像是做噩梦惊醒的，就是好比说我的噩梦就会是我为人家解读之后，这个我会变成一个他们外在的权威，但这也许只是我的一场噩梦，我预设的立场，事情不一定只能往这个方向发展。确实，但这件事情为什么让你如此的恐惧？我会觉得会很不自由，照顾自己跟满足其他人的那个平衡可能会很难拿捏。我觉得挺好，但我想要谈一下这个自由，什么的自由是有可能在担任权威里面会失去的？说话的自由，或者是无知的自由，
哪一种自由是你害怕丧失的？就只有一个，因为这样是9，所以我们只要找一个，我们就完成了。好像是我可以有不想服务大家的时刻，我是不是也可以有这种我好累哦，我不想照顾别人那么多了，我想要优先照顾我自己。非常好。那最后一张牌是行动。这看起来怎么那么多剑啊？后面2张牌都是剑。因为剑是思维，它也是表达，所以跟你可能现阶段这个问题有一点关联。好，这张牌呢，其实它就是3个人啊，可能前往下一个地方。如果这是一个行动的话，会让你想到什么？行动哦，或者他们要去哪里呢？离开他们熟悉的地方，要去一个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有点要重新开始的感觉。如果重新开始的话，怎么样子是他们3个人都会很开心的？哇，从这张牌要讲出这些故事是吗？好，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家，倒不是只是属于他们3个，因为他们现在如果在河上面就是一个过程，他们终究不会一直漂泊，他们会在一个踩得到土地的地方安居乐业，停顿下来。对，我觉得他们还是会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基地，一个家，重新开始。那这跟你的情况，你可以连接起来什么？你需要什么样的基地？假如真的有一个场地，是真的可以让我固定的做分多期的详谈或者是传讯，不要做1对1的，要做1对多的。例如说每个月宇宙闺蜜就会在这边做分享会，对，然后每个月我就是会去那边听听这个月的讯息，然后交流交朋友，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很像同乐会。而且我感觉这个画面感已经有了，已经有了是吗？老师你已经看到了是吗？从你的那个言语里面就感觉好像它是一个蛮欢乐的，然后固定的，就像节目一样，然后也不会谁跟你有太紧密的依赖，但是又是知道你在这里，的感觉。他反而可以不只是认识我们，还会认识到很多就是朋友。而且这样听起来，这个基地不只是有的时候寻求你，有的时候寻求灵性的伙伴或什么，都可以得到一些蛮好的陪伴，很好很好。好，那如果总结一句话，以我作为开头，你会怎么说呢？完了，这讲出来是不是就要发生？我现在要谨言慎行哦。我想要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可以做各种灵性的交流，然后让每一个人在那边找到内在的归属感，然后成为自己的权威。非常好，可以短一点吗？因为短一点身体比较记得住，它就会变成一个你反射性的思维。我有一个灵性的基地在当中，我可以很自在的分享。从一个困惑的事情变成一个知道方向，然后可以去做的。在这期间我没有给你任何的建议，只是问说让你联想到什么，让你想到什么，跟你的关联是什么。所以你讲述的是你真实的场景。那最后做的结论其实也是你拉出来想要的东西。因为抽出来的牌，它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变化型，所以它真的是一个自己引导自己去对话跟探索的机会。其实刚才有先发誓说我不要接讯嘛，对。但是其实随着牌卡翻出来，然后你引导我去联想的时候，其实那真的会进到很潜意识的自己。是的，没错。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内在的讯息也好，它不见得是一个什么去接一个外在的神佛等等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尤其再翻到第3张牌，就是一个噩梦惊醒。为什么看到这张牌会觉得是噩梦惊醒？就很要往自己很深处的去看见那个是什么。你讲得非常好，为什么是噩梦惊醒，不是睡不着？对啊，那就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件事。对，塔罗牌就很像一个镜子，就突然就照出了我里面我原本还没有清晰的那个画面。没错。你现在最近在上那个课程，就是让引导大家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是吗？对，就是希望呢，大家可以有一个跟自我连结跟对话的方式。我们使用塔罗牌不只是用于占卜，而是说让我们去检视我们现在自己人生的阶段要如何来支持自己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得到力量。那如果就是像我这样子完全对塔罗零经验的人上你那个课也 OK 吗？零经验的话，我们这个自我觉察的牌阵都是可以用的。那只是说，如果你对牌有些基本的认识，它可以更快速的去联想到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完全不会，它也是可以用的，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占卜的话，你要为人占卜的话，可能牌还是要学一下。我们每一张牌都会有我个案的分析，然后让大家呢用真实的场景去认识每一张牌、每一个牌阵，他们可以怎么解，以避免说很多人学了塔罗，但他最后还是解不出来。这一次的课厉害在哪里？
首先呢，我们会教咨询技巧，因为塔罗跟咨询是2个不同的事情，你要加在一起才是王炸。然后这次的78张牌都会结合真实案例分析，让你学了之后知道它怎么用，可以用得非常的有深度跟层次。还有一个全新章节，就是这次我自创的，就是刚刚大宝体验的自我觉察的章节。我就很喜欢这个章节，包含障碍排除、目标设定，还有内在三角。那其实呢，我把一些灵性的概念用塔罗牌来支持我们，可以自己发现自己。那你是麻瓜，或者是你是可以接讯或什么，都可以来使用的。最近有什么优惠？最近有大宝的优惠，有大宝的优惠，输入 TABO350，你可以折350，而且现在是低于4折，对吗？没错，低于4折，越早买的话优惠越多。那如果今天这个影片你觉得很有 feel 的话，或者是你也很喜欢米萨小姐的话呢，欢迎你可以趁现在优惠还很多的时候来加入这个课程。越早报名优惠越多哦。我就这样子咯，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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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